女人前一秒还在傻笑，可转眼就被一股未知的力量瞬间拍成血雾，只因她没有满足女孩的撒娇请求，而这正是来自黑暗大陆拿尼加的恐怖之处。当然，只要你能连续满足她的3个撒娇请求，亚路加就能够帮你实现任何愿望。眼前的这个管家只是对她亲亲抱抱举高高，下一秒亚路加五官惨白，变成了能够实现任何愿望的拿尼加。紧接着，管家颤颤巍巍说出了他的愿望：私も億万長者にしてくださいますか？话音刚落，天空竟真的狂撒万亿美元的钞票。这一幕不仅惊呆了许愿者本人，更迅速登上了各大平台的新闻。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，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向其许愿，但收获的结果却截然不同。奇亚父亲等人为了進一步测试他的能力，便让管家单独与亚路加独处一室，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。いや、それはちょっとね。ダメなの？ジャークスが12市長ちょうだい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、坊ちゃま。何か別の遊びをしましょうよ。ね。それもダメなの？ジャークスが背骨ちょうだい。管家被吓得瘫软在地，他不明白那天真的脸庞为何会提出如此恶魔般的请求。脑みそちょうだい。这次实验毫不意外的失败了，但以上千条人命为代价，他们还是摸索出了亚路加的能力和发动条件。只要满足亚路加的3个所求，他就能无上限的实现任何一个愿望。但许下的愿望越大，亚路加下次提出的3个所求也会越难实现，其难度指数将以倍数级增强。如果所求得不到满足，引发的灾难也会超出人类的想象。得知亚路加的危险过后，他的父母更是直接将其锁在100米之下的铁堡，禁止任何人与他接触。但这一切都因奇亚的回归发生改变。为了治疗濒死的小杰，奇亚决定冒险向拿尼加许愿。当大门打开之时，亚路加正陷入深深的沉睡。然而在看到奇亚的那一刻，亚路加直接提出了他的所求：お兄ちゃん死んで。ああ、いいよ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拿尼加的深层核心在于绝对法则与人性的终极冲突。许愿本质是因果律扭曲，愿望越大，后续强求越残酷。强行实现愿望，必在别处制造等量崩坏。而奇亚能零代价命令，只因拿尼加对他怀有纯粹的爱，这是规则中唯一的漏洞。讽刺家族用尽武力封锁，钥匙却是最柔软的情感。真正的恐怖不在于力量，而在于人类无法理解意志的存在。家族只研究控制机制，却从未问过他想要什么。富坚想借此表达给观众的是，面对超越常理的力量，选择控制还是理解，决定了走向毁灭还是救赎。